大兄，又起雾了，当心些。好。今晚你们两个更要寸步不离的保护我。是。梁往上呢？上面呢。走。梁往上。家主，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，要有意外就追梦上。是，家主放心。吃饭了。侯夫郎，侯夫郎！把那个叫于素的带过来，换你们的侯夫郎，不然我杀了他！滚！不许告诉刘中士！阿芷干什么？阿芷，走走！带他去哪儿啊？阿芷，放开我！走！于素，谁派你来的？是不是黑暗的人？少废话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关事！别过来！秦桑，他们是黑暗的人，他们引我们到这里来的。闭嘴！有船来了！有船来了！回首，收到秦桑信号。老弟，老弟！小心，是敌船！放箭！不！不好！快躲起来！不要慌，别乱跑！别过来！你们完蛋了！完蛋了！快去御敌，快去指挥御林军，不然我们都会死在这里。走，走啊！下来！来人！外面是何少印。中士，我也不知情啊。门口把着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是。别跑！别慌！别慌！别打我！别打我！别跑！顾省长，黑夜来袭，我们回山增。不是黑夜，我纵然暗算。谁干的？
是真相吗？有人想杀叶思时和我灭口，我们不该贪图走私黄金的好处。黄金的买家是谁？只有王立德知道，我只提供船。20丈，准备登船。老太，去找曹娘子，告诉他们，切莫轻举妄动。来，别动，让他一个人过来。放开我！过去。站住！回去，回去，回去！过来！过来！你！现在他比你值钱！救！曹娘子，曹娘子！灵府，曹娘子房里没人。灵府，金三把玉素给抓了。快走！我们已经死了不少弟兄，还靠近吗？是。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说，他到底跟你说了什么？上剑！
侯爷，玉素，张大哥，他是黑燕的人。内民府，内民府，有主使，又有何事？玉素在金桑手里，提名府去谈判了。玉素，秘密就在玉素那里，所以到了船上，玉素一被收押，狄仁杰一伙就急了，派乔太去探望。如果情势危急，狄仁杰一定会露出马脚，再去包庇玉素。狄仁杰，内民府，救！要再不说，我是真会杀了你的！内民府，救我！说，快说！中使大人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黄金，为我死去的10个兄弟讨个说法。谁杀了他们？王立德杀的。他人呢？王立德私吞黄金跑了，这是他的女人，找到黄金的唯一线索。说，王立德在哪儿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你太可恶了！他只是一名歌姬，与黄金没有关系。如果现在不是我在这儿，你立刻就会死。放他！到底谁蠢？看看这条船的周围，都是黑燕的人，用不了半个时辰，黑燕就可以把整条船杀得片甲不留。事到如今，也不用隐瞒，我们黑燕本来就是想劫黄金的。王立德从百济国走私黄金的事情，我们早有耳闻。我向他挑明，等下一笔巨额黄金押运时，由我们黑燕接手，途中把黄金劫掉，分给他1/10。港口的2个大人物顾梦斌和一潘都参与了，他们都拿了好处。按我们的要求，王立德将船员换成了黑燕的弟兄，一共10名，与他前往百济国。可那天晚上，我们按约定派船去取黄金，结果黄金和王立德都失踪了，我们的船员被毒杀。那晚风浪大，我们查过，蓬莱的商船都没有出海。我们断定劫持黄金的消息一定是泄露出去了，所以我便假装成幸存者，故意转移你们的注意力，想借你们找出真相。你得到的那份航路图，便是我们故意放的。出航后，我悄悄上了甲板，毁了桅杆，让你们成为孤船。现在我们一定要夺回来！知道真相的人就在这船上。放箭！
黑燕大哥，出去走走吧。困在这个笼中，终究是只能供人玩耍。快手，我在这儿！狄仁杰，谢谢你告诉我们黄金的秘密，把我们带到这儿来。快手，这个女人有黄金的线索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往下跳，有接应的小船，我们走。走，快走，万岁！一个都别放走！全部歼灭！对。阿弥佛。王立德留下了3个我不认识的字。玉素，狄仁杰力通外敌，全体上阵！不能放箭！不能放箭，入士，不能放箭！放！
小云雀想要飞得更高，就要去更远的地方。出去走走吧。困在这个笼中，终究是只能供人玩耍。你是去见谁？什么？冒着那么大的风险上船，你要见谁？那个人很重要吧？见到了吗？见到了。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人说应该已经收到我的信号，让他吧。我看冥府对生火扎营甚是熟练，应该去过很多地方吧？去过塞外。那可是见多识广，应该有很多人生感悟。人生感悟吧，人生的感悟，要到人生的尽头才能得出。真到了那个时候，回首从前，怕是会觉得一切都只是过眼云烟。是啊，一切都是过眼云烟。以前曾经有人跟我说过，关在笼中的云雀，终究也是供人玩乐。只有行千里路，才能了悟自然之道。那时曹安年幼，懵懂间认为，那才是世间究竟。现在想来，也只不过是一场空罢了。也不一定。人的一生变幻莫测，什么样的机遇都有可能赶上。也许你经历过的每一桩难，都有可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，或伤心，或欢喜。我去捡些柴。胭脂晕染青色芳华，春上花，眉间洒，旧人梦中现，爱同凉。如果是听到被曹娘子的滨州小调吸引，
不知可否请娘子为我再奏一遍？缺了一个，也许是有人拿着它逃生了。你可认得此人？认得就是他，王立德。林甫，是王立德。林甫，你看，裴英，按照你给我的书信，我真的找到了小岛，这就是你让我找的黄道仪。幸亏几年前有人县令喜欢夜观天象，在藏书阁里有一台，现在都锈蚀了，我鸡毛长工匠修了一下，不知道还能用不能用？可以。历法书呢？哦，都在这儿呢。能找到的旧黄历都在这儿了。王立德留下了3个我不认识的字。这是玉素死前给我留下来的，是琴谱上的字。玉素说过，王立德会抚琴，王立德私贩黄金，必然跟京城的人有来往。于是，他便学会了这京都流行的新琴谱。琴谱上的字既提示了指法，又暗含了2个数字。10代表的是琴的徽位，琴有13回，千心板一共有12块。这13个数字，足以把千心板包括进来。这个10就代表第10块千星板，对，叫10指。下面这个4呢？4代表的是琴弦，琴有7根弦。这个季节，船员出海，无非要观测6、7个星座。从左往右数的话，第4个便是织女星。哦，那就是说，用这第10个千星板对准天上的织女星是吧？
只要测出3处星辰，再比对航路图，便可以推出王立德留下黄金的位置。那剩下的2个字，没来得及。那岂不是测不出来吗？那王立德貌似是个粗人，可他一定研究过蓬莱的潮汐，或者他背后的人研究过，那个人就是凶手。市博斯，我去查过了。那天晚上跟意思是出航的士兵说，意思是的命令是夜巡，但是船上多了一名神秘客，说是意思是的贵宾。此人上船以后一直蒙着脸，士兵们看不清他的面容，所以叫神秘客。明白了，全明白了。那天晚上，意思是带着他一起出海，而航路图一式3份，王立德1份，黑雁1份，第3份就在这个神秘人的手里。我查过那一晚的天气，前半夜星空晴朗，到了后半夜有了风雨，因此市博士的船必定是在前半夜就已到达指定海域，但是意思是和士兵们都没有见过黄金，因此神秘人应该是独自上了王立德的船，并且杀了他。而神秘人最终把装满黄金的箱子都扔向了海底。黄金扔到海里？我应该没猜错。可是这个人费了这么大的劲，为什么要把黄金再沉到海底呢？他是怎么了？他见不得黄金，他跟黄金有仇？哪有这种人呢？他当然想独吞那笔黄金，他费尽了心机，还是逃不过一个贪字。那天晚上沉黄金处，其实离海岸不远。潮汐志上记载，这里每过100年便会发生一次奇异的大潮汐。潮汐发生时，低潮的水位能后退10余里，露出一条大海沟。100年的循环已过，大潮汐的发生就在今日。关氏，怀英，怀英，你还活着。黄金，你看，这黄金真的不少啊！这黄金全都被我找到了。来，帮个忙，这案子咱们破了，破案了！哈哈哈哈！帮个忙啊！来呀！箱子是你扔到海里的。怎么可能呢？别装了，
这本就不是一起黄金走私案，这是一起军械走私案。黄金只是用来交易的。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？从玉素在我手中留下那个字开始，所有的线索都串起来了。就凭一个字，你就断定我是杀人凶手？凭这箱金子还不够吗？王立德在蓬莱帮百济人走私军械，军械的卖家是朝中那些反对皇后的大臣，而你是他们派出来的中间人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你们的走私渠道通畅，你甚至还教了他一些金城情谱的记谱法，便于走私黄金时联络。不过这一次，王立德遇上麻烦了，黑燕的人找到了他，要他帮助齐劫这批黄金。他知道黄金换军械牵涉朝中权贵，他得罪不起。可黑燕的人手段残忍，他同样不敢回绝。他思前想后，决定向你坦白，向你求助。你这是怎么了，玉兄？前2日黑燕的人找到我，说是要接单船上的黄金，并且答应分给立德一份。若立德不答应的话，恐怕立德必有一死。他想求你借助朝中权贵的势力，将黑燕踢出蓬莱，这样他就可以继续黄金的走私。可你听到之后，却生出了另一个可怕的主意。你和王立德约好了一个海上地点，那个地点是你跟他的秘密。所以航路图一式3份，你1份，王立德1份，黑燕1份。只不过在黑燕的那份航路图上是没有那个地点的。这也就是你打算独吞黄金的地方。王立德按照你们的计划，迷晕了黑燕的船员。王立德途中在小岛停留，是在等待和你约定的时间。可当你上船的时候，他发现你没有带一兵一卒，他便起了疑心。怎么就来了你一个？你带的人呢？他们都在后面的大船上，随后就到。船舱里面我都已经解决完了。黄金呢？这边。怎么放在这里？越是明显，越是不会引人生疑。你的人怎么还没有来？要是被黑燕发现的话，咱们就全完了。王立德坠海是个意外，不过你并不担心。事实上，王立德在海上漂到小岛多活了几日，对你也确实没有产生威胁。你在等待的是大潮汐的来临，你在等退潮的时候来海沟里取回黄金。我没想到的是，你对潮汐居然如此精通。其实这潮汐和星象，我也略知一二。你打算凭一己之力，独吞从百济国走私来的最大一笔黄金。一方面，军械没有丢失，对朝臣你可以有交代；另一方面，你打算作状，黑燕劫走了黄金，而不受百济国人的追讨。做成这么大的一笔买卖，只需要除掉王立德一个人。只可惜，你没料到的是，后来发生的一连串的意外。
你没料到船上还藏了一个百济国的偷渡客，这个瘦子还说出了黑焰船员。 여기 무신 이상한 무신이 있습니다. 저는 모두 다 있어요. 黑焰没有拿到黄金，又折了10名船员，本就窝火，结果还暴露了行踪，遭到朝廷通缉。于是，他们便派出了金桑冒充幸存者，他还要出了蓬莱所有的大人物，其中一个就是姓顾的船主，船就撤了，这是贡献。还有一个姓易的官家，很人点。 然后黑焰又故意给了一份航路图，把我们引诱到了海上。其实那时，我还未联想到你。当众人被困于海上，原先的一些秘密便藏不住。奇怪呀，这刚一出海，就有人急着破坏了船帆。动手看！ 本官思来想去，觉得他是害怕这黄金被找到，退一步讲，也是害怕被本官查到是谁在走私黄金。头一个露出马脚的是一潘，他无法解释为什么那天晚上带着世博使的船出港。我不知道你是如何控制一潘，让他为你效劳的。我猜啊，无非2点：一是以刑部办案的名义。 2是他从前不查私贩黄金的船，从中捞得好处，而这成为了你要挟他的把柄。有人想杀易四氏和我灭口。黄金船出事的那一晚，易四氏被一个神秘人出了海。那人是谁？他不肯说，说泄露了秘密。 会掉脑袋！顾船主，是你吗？在船上，这秘密就快瞒不住了。于是，你勒杀了一潘。你把一潘的死伪装成了自杀。顾梦兵未必知道你的秘密，但一潘的死吓坏了他。 你怕顾梦兵知道了什么，于是你放暗箭射杀。为了掩盖黄金的秘密，你变得如此丧心病狂。狄仁杰，力冲外敌，全体上箭！发！我万万没想到，你最后一个想杀的人是我。 为什么？为什么这箱金子让我的朋友变成了一个恶魔？这箱金子可以让我换回我要的东西，你懂吗？洪亮，多亏你及时派船营救本官。 这就说明，如你刚才所说，这批用来走私的黄金，是那侯玉提前算出了潮汐即将退去，才提前沉入了海沟。当心点！哎，这狄仁杰办案有点意思。好，那是本官错怪狄明府了。刘中士，很快就涨潮了，时间不多了。去。 速速派人接应。你去吧。好，供出你背后的朝臣，跟我回去自首吧。你住嘴！我侯家3代为大唐效力，我祖父从小就教我天文海事，让我成为不世之才。但皇后掌权，我没有指望了。那些不服皇后的老臣。 个个都不是什么好人，他们让我去走私黄金，让我和王立德这样的人为伍。王立德是什么？是个屁！而我要做一番大事业。你以为我真瞧得上这些黄金吗？是皇后免了我的官，那些老臣
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我说话，他们全做了缩头乌龟。你现在只有投案自首这一条路了。怀英，我们还有第二条路。这黄金，我一块不留，全都送出去。那些死的人，都是走私黄金的重犯，被我们除掉了。他们死有余辜，他们罪有应得。这黄金案被你狄仁杰破了，你可以拿着这些黄金去找皇后交差。怀英，记不记得我们在京城诗酒唱和，意气风发，指点江山，你记得吗？帮我一次好吗？放了我。
我拿到这些黄金，可以换回我要的师徒。到时候，我还是刑部的胡连之妻。慧英，我会成为大唐的栋梁之才。我会成为大唐的栋梁之才。黄金案破了，皇后，今后不会再有私贩的黄金流入京城了。王叔，哎，你慌慌张张的干什么去啊？我跟曹娘子约好了，一起去上香。快去！怎么了？冥府可有心事？没有啊。那为何一路无言？今日天气不错，难得，是吗？过了这座桥，再走不远就是佛寺了。冥府信佛吗？不信。那你呢？我信佛家说的缘。万事皆有因果，一切的苦乐都是外缘。荣辱祸福，皆是前世的孽。现在虽有，缘尽又归无，所以得之不喜，失之不忧。一切随缘。冥府说不信佛，可开口便是佛理。道听途说。你看，那有棵樱桃树。还真是棵樱桃树，生在这崖壁上，也是不易呀。天地入长夜，生死两茫茫。小时候，家父落难，我和家母被流放到偏远干涸之地，饥渴难耐。幸好遇到了一棵樱桃树，
我们才得以存活。说来，我和这樱桃树还是很有缘。冥府，狄明府。那个人，当年一个小女孩，家里惨遭横祸，那个人救了你，所以你才来到蓬莱，是为了他。你想找他，那你今日为何？远方其实一无所有。远方未必一无所有。回应啊，回应！来来来，哎，坐，来吃点水果。我去备晚饭啊，留下来吃个晚饭，好吧？不用了，我也该告辞了。哎呀，留下来，吃个饭，好好聊聊。说你要留下吃饭，家里可啥都没准备啊！你拉我干嘛？哎呀，瞎说什么？曹娘子，洪叔叔问你吃饭有没有什么忌口？你能不能吃盐碎？他们平时不这样，今日也不知是怎么了。他们只是想知道我们怎么了。那我们怎么了？今日，谢谢。
没想到你真中了根宝书。这样，你什么时候想吃樱桃了？出门就能摘。你知不知道一棵树，等它结果，至少也要3、4年呢？那总是会结果的，对吧？当票在这儿，为什么不还呢？今天你必须得还我镯子！干什么呢？大清早瞎嚷嚷！嚷嚷什么？这儿是衙门，胆子也太大了吧！来的就是衙门，我要报官。中计治私欺人太甚，求官家给个公道。他不还我们东西，就是他。报官就好好报。行了行了，都别吵了。何事先皇？明府，明府，您来的正好，您给我说个理。半年前，我在他们中计治私典当了一个金镯子，说好的当期半年，当票在这儿，白纸黑字。今天是当期的最后一天，我凑够了钱想拿回我这镯子，哎，他们告诉我，这镯子不见了。启禀明府，当票是真的，上面的笔迹确是我们钟掌柜的亲笔，但是当品确实也是找不到了。现在掌柜的不在店里，具体该怎么赔付处理？实在不好意思，还是得等掌柜的回来再说。他什么时候回来？这不太好说。掌柜的私事，我们确实也不太清楚。私事？哼！我听说你们钟掌柜最近装神弄鬼，我看多半是打算带着东西跑吧？是不是打算跑啊？这你尽管放心，我们中计治私已经成立20多年，我们的信誉还是有口皆碑的。呸！今天要么还我镯子，要么你就赔钱。都跟你说了。既然掌柜的不在，那这当期自然是作废，往后顺延。待到他们掌柜的回来了，若还是还不上你的当品，又或者他迟迟不归，你们那个时候再来对簿公堂，我自会秉公办理。既然明府都这么说了，那我还能说什么呀？3天找不回镯子，咱们公堂上见。公堂上见。多谢。行了行了，看什么呢？散了。哎，这一大早上的烂事儿是一件接着一件。你们俩从哪儿回来的？城东一间酒肆说有人闹事儿，掌柜的来报官，我们俩去看了看。事儿大吗？也没啥大事儿，就是喝醉了，撕了个方，砸了几把椅子。那个店家也是个不识相的，打翻了椅子，他非要让我们俩赔，说什么我们当差的办事不力。我幸好是个当差的，不然我打死他。明府，又有人报案，是命案。哎呀，可怜的孩子，在昨天晚上找到他以后，吓得连句话都说不出来了，折腾了一宿才开口说话。找到他的时候，是在城北的桥楼。是，就在沼泽地那一片。昨天我们在桥楼的沼泽地附近捉迷藏，过了很久，我从芦苇后面出来，我找不着他们，他们也找不着我，我就一直走，我想找到出去的路。走着，走到了沼泽附近，然后我就看到好像有人躺着，我看见了一个僵尸。我的地府！明府，
这有一滩血迹。哎，这儿也有，一定是在这儿遇刺，然后就开始爬。往哪儿爬？啊？桥楼。你们私下转转。人，我是蓬莱县令狄仁杰。娘子，我并无恶意，我只是过来例行询问。昨日晚间，你在何处？你在做什么？你有什么资格来这里？你走开！娘子。周围都看了，没发现尸体。你们是何人？我是蓬莱县令狄仁杰。我们奉命在此巡逻，这一带时常有百计的细作，还有走私犯的出没。你们在此地可曾发现一具尸体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放肆！我是蓬莱县令，这里发生的所有案件都归我管。被我们抬走了。抬去了哪里？军营。你们在哪儿发现的尸体？就在这儿。为什么不先报官？为什么要把尸体挪走？是李校尉让我们抬回去的。
他有什么权利这么做？明府，这个您就得问李校尉了。带我去见他。明府，刚刚在桥楼内有何发现？那为什么要去桥楼呢？谁啊？死者、凶手，还有他爸。军营重地，闲杂人等严禁入内。这位是蓬莱县令狄明府。需登记入部。黎明府还亲自来管这种事儿，职责所在。奉劝你，一个人别来这种凶险之地。我的人被你的人拦在了门外。军营这地方确实不欢迎太多外人。那桥楼上的女人呢？据我所知，军营管辖之地，百姓是禁止入内的。她叫婴儿，你见过她了？婴儿就是个疯子。他没惹过什么麻烦，所以我让他留在那儿。我想知道，你为何擅自挪走尸体？我更想知道的是，军营为何插手此事？桥楼附近均属军营管辖。我是蓬莱县令，蓬莱境内大小案件，皆属我职责所在。若是牵涉命案，你应及时向我报告。等我处理好尸体，自然会托人给你捎信儿。你把尸体处理了？这样的天气，留一具尸体在这儿，我可不想我的兵都因为瘟疫而丧命。这会儿估计已经烧完了。尸体在哪儿？带我去看。止步！让他去。黎明府，小心点儿，别烧着自己。什么破规矩？凭什么不让咱们跟明府进去？这你就不懂了。这军营里边啊，最多的就是规矩。我当兵那时候可没少受这规矩的苦。所以有时候啊，你要是不懂吧，就别吭气儿。你要做甚？闲来无事，正好练练手。你就不好奇吗？这破箱子还上个锁，里面装的啥？这帮娃娃兵憋得够呛啊！怪不得要上锁。你以前也藏过？我是那种人吗？行了，扶他们回去。你轻点儿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
过瘾，没事吧，兄弟们？没事，没事。太值了，昨晚太过瘾了。挨的这顿打，值不值？值。红亮，这是我们在海上漂流的头一日。若我们遭遇不测，你便将此信呈交朝廷，作为凭证，让真相存世。昨晚经历风暴，船上竟藏有歹人，将桅杆和船舵破坏。可歹人究竟是谁？为何让我们困在海上，不得而知。我们已与船队失散，昨晚搜检一番，待今日再做考量。你倒是沉得住气。我这是在帮你稳定人心，船上的水跟食物都很充足，待几日救援总是会到的。只要不乱了方寸，这船上的歹人一定会被揪出来的。也对，刚才的曲子没听你弹过。这是京城扈二娘的新作，只是多了一种记谱法，便于抄送。哦。哎，洪亮跟你带的什么东西这么大一箱？出海还要处理公文吗？是这几日找到了一些新线索，还有在县衙里旧书阁找到的古籍。昨日我读了一些，颇有收获。出去转转。好。本来是以备万一，没想到真用上了。这鸽子真能松仙。两位官家，等天黑了，我们便可测出船的方位。地名府，请用信鸽告知岸上，让他们火速来救援。
哎，干嘛去？蔡姑娘晕船，我去前舱取点水。哎，取水啊！好好说。给我们唱个曲儿啊！是啊，唱一个啊！你就这样当羽林军的？你少多管闲事！小兔子收死你！红父老来了！走，兔子走。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你。想到什么了？王立德的航海图。哼，我也是。觉不觉得那图上缺点什么？王立德每到一处便会观测星辰，然后和航海图上的标记核对，以防偏航。出事那天晚上，按瘦子的说法，王立德把船停在了某处。假如他是在等什么人，那航海图必定有标记。没错。可偏偏我们找的那张图没有这个标记。不愧是刑部出身，一下就找到了要害。怎么找到缺失的标记？侯府郎、狄明府、刘中使召集诸位去舱室。刘中使，刘中使，坐吧。把金桑带上来吧。走。本官虽说一直待在宫里，可脑子并不糊涂。昨晚睡在这船上，随着海浪颠簸，儿时打鱼的本领又记起来。刘中使深受皇后的重用，自然是从小天赋异禀啊。大鱼上钩了，要用叉子插，讲究准、狠。实不相瞒，此次本官带着大家出海，是因为得到了王立德的航海图。奇怪呀，这刚一出海，就有人急着破坏了船帆，他在怕什么？本官思来想去，觉得他是害怕这黄金被找到，退一步讲，也是害怕被本官查到是谁在走私黄金。这个金流入京城已经有一段时日了，这么诱人的宝贝，经过蓬莱，不可能没有人卷进去。巧了，市舶使、顾船主、县衙、蓬莱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在这船上。哦，还有2位能歌善舞、奏得一手好曲子的歌姬。你们当中有谁知道王立德和黄金在哪儿啊？中使不辞劳苦出航，小民自当拼死效力。可说到王立德和黄金，小民真的不知道。那你手下也不知道吗？回刘中使，小的只是顾船主手下的一名衙人，一向奉公守法，也没有见过王立德和黄金。可据我所知，这百济国歌妓是你举荐的。那时狄明府在船上找到一名百济人，小的让玉素姑娘去翻译。好像你又想起了一件事啊。官家，官家，昨夜回到船上，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半个月前，似乎想起了什么。是
什么？回官家，有一次，王立德喝酒跟别人夸口，说他在岸上有一个相好的，是个歌妓。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这里有2位歌妓，是哪一个呀？哎，回官家，小人没亲眼见过，着实认不出来。不过，王立德曾经说过，这个歌妓是个百济人。前面好像起雾了。是啊，越来越大了。快通报一下！小心，起大雾了！起雾了！快回舱！快回舱！快回舱！快！好大的胆子！你跟王立德相好，为什么不早交代？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，大人！你想害死我们一船的人吗？玉素娘子，饶了我！你别害怕，告诉我，王立德在出海之前，都跟你说过些什么？他说这次会走1-2个月，会赚一大笔钱，会回来替我赎身，会娶我的。男人的这种话他也信？他平时都跟什么人来往？不知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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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不知道。黄金在哪？我真的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不知道，那就慢慢想。反正这在船上闲着也是闲着。来人！在。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不要！不要！狄明福，阿姐，救我！阿姐！狄明福，正是。听侯副郎说，你昨晚批阅公文到深夜。可查出了什么？既然说到这里，正好，下官有一事要请教。意思是，我市舶使有小船4只，大船1只，用作港口巡逻之用，对吗？守护码头、稽查税金，这是我们市舶使能够出航远海的只有大船，对吗？那又怎么样？10几天前，也就是7月初6。意思是，亲率大船摸黑出海，至天明才返，对吗？跟王立德出事是同一天。是。狄明，
这一个金桑还不够，你也诬陷我。出海巡航怎么了？那些贩私货的经常划小船在半夜靠岸，我是收到了线报的。我为朝廷卖命，到你这儿还成了罪状。下官只是想请教一下。请教？你是请教吗？你不如直截了当的问，你就问我，为什么会这么巧？为什么在王立德出事的那一晚我也出海，对不对？是啊，为何这么巧啊？杀人诛心呐！你不如直接说，那一夜出海，我就是去见王立德，还收了黄金。那金桑都说了，私贩的黄金有满满一大箱子，我那大船上有10几个人，如果我藏了黄金，我如何能瞒得了一船的人？刘中士，刘中士，您若是不信，咱们回蓬莱去问。刘中士，船外起了大雾，我看各位还是尽快回舱室休息，以免意外。回头再查。顾船主，是你吗？狄明府，顾船主，大雾天我四处查看一下。顾船主，你想什么呢？实在是疑点重重啊。是啊，王立德是私贩黄金的经手人，他是个掮客，还是需要买家和卖家2个环节。买家必然是百济人，可那些磨刀作何解释？丹罗和新罗与百济连年征战，都已经快亡国了吧？你的意思是，百济人用黄金走私大唐的军械？为何不可呢？雾散了，都出来吧！大家出来干活了！哎，北京出事了，一司使出事了！意思是，快看，我真的是易大人！家主，家主，还慢！从今晚开始，老子不单独睡了，我就睡这儿了。白凯，你挨着我睡那儿啊！你们2个睡外边。是。只要我出去，就寸步不离的跟着。那个龟孙子敢藏在暗处害我，他一冒头，你们就给我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。自杀，还是被人所杀？回中室，正在查。所有事情皆无定论，干什么吃的？你2人，一个是刑部大员，一个是皇后钦点的县令。中使息怒，若真有凶手，必是利用了大雾，而且这个人一定与易司事相识，
否则他不会不抵抗。船主顾梦斌，起雾时，甲板上有船员，顾船主跟他的随护白凯也在甲板上，并没有见到易四士。蹊跷的是，我刚刚查到易四士10天前曾经夜航，人就没了。可惜了，现在查不了了，只能待我们返回蓬莱之后再详查。狄明府，你不觉得此次跟着本官一起出海的人有些多吗？中使的意思是，都哭着喊着要来伺候本官，意思是顾船主，还有2名歌妓。那2名歌妓不是刘中使点名要带上？那是本官初到蓬莱，一支曲子还没听完，就被狄明府你打断了，让本官没听够啊。可是上了船以后，我发现这百计歌妓未讲实话。依我看，这船上没人说实话呀。本官再说一遍，是你狄明府拿到的第1条线索，才把大伙引上船。如果你还查不出凶手，那本官只好自己动手，挨个查，审完玉素，再审曹娘子。玉素，玉素，玉素，好渴呀，我想喝水。啊，水，他喝水，喝水，水，快点，快上流水，把门打开。兄，开门。玉素，坚持住啊！200手上，快点！玉素，慢点。怎么了？好疼！忍啊，我给你上药。再来2个人，来了，能打到手了。当心啊！黎明府，顾船主，王立德的签行版给你拿来了。各家签行版的大小有出入，如果想还原王立德当时的观测，就必须用他的签行版。6纸版太小，换7纸版。这回对了，北辰星7纸版。顺着顾船主这里望过去，织女星恰好与3纸版的上沿齐平，从1纸到12纸，总有一块板能对得上。不辞星2纸。
北辰星6指，织女星8指，不死星2指，7块。哪里拐了？之前在刘中使那儿，我看过一眼王立德的航路图，那上面标记的北辰星、织女星和不死星，也是6指、8指和2指。桅杆坏了，船舵也坏了，可我们还航行在王立德的航道上。我们被洋流推着走，看来他的航路正好也顺着洋流。松开！你去吧你啊！胆子这么大！我就不信玉素能是歹人。多好的姑娘，那么善良，你见过那么善良的歹人？你傻呀啊！那歹人能把歹人2个写在脸上吗？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你懂不懂？呀，你们这伙咋都这么狠心呢？你看给人的手夹成啥了都，你就不觉得可怜啊？阿旭，我拦着你，我是不想让你闯祸了。这要是被那帮羽人军发现，你不又给冥府惹麻烦了吗？我就不信冥府他能见死不救。干嘛？哎。이제는 우연히 çıkaya 돼. 아무 말도 안 했어요. 진짜. 혜미 너무 많은 거 갖고 있어. 응? 주장! 东亚，原来你也是百济人。不要打了，你们不要再打了。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别让他跑了！站住！他是百济人，是又怎样？你为什么抓我们唐人？看来你们百济国是真有亡国了！胡说！小在敌后我们百济人，我跟他们拼了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百济国虎贲军长期校尉。白凯，你们百济国与新罗、丹罗连年征战，你躲在蓬莱，是想走私军械吗？你让玉素接近王立德，是为了控制他，对吗？白凯，曹安还在马赛，让他走。玉素是无辜的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会主，죄송합니다。王立德为你这次偷运黄金，他人呢？不知道。白凯，把刀放下，此番只会治你一个走私之罪。王立德只是掮客，他提供不了那么多的军械，他背后一定有朝中的大员。告诉我，那大员是谁？有点意思。 택배진국의 망간제한이다! 백제여 만세! 白凯！白
一昼夜之间，船上变故极大。一潘已被谋杀，白凯拒步身亡。根据千星版的测量，我们一直顺着王立德的航道漂流。黄金案的线索已经逐渐清晰了。彭叔，你还不来救我们？船上的人越死越多了。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玉素。玉素，乔代，儿子，别怕别怕，乔代和顶面府替你求了情，让你回船舱先休息。你为何还是要上船？顶面府，关于王立德和白凯，你还知道些什么？当初王立德其实是白凯带来的，关于他们之间的事，我从来就没有打听过。明府，侯夫郎找你。如果你想起了什么，告诉你阿紫，让他来找我。是。事已至此，务必万分小心。没事儿，就别出船舱了。一旦有事发生，我会立刻来寻你。知道。你找我？我劝你，还是不要太放纵乔太。羽林君跟我告状说，玉素被关押的时候，他去了很多次。我是担心这件事情传到刘中士那里去。我知道了。我总觉得玉素身上还有秘密。阿紫。我现在觉得谁都不可信。狄明府是个君子，你可以相信他。你说王立德还活着吗？你还惦记那个男人？也不清楚他在哪里。是不是跟我一样在受苦？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心地很好，说认识我之前最喜欢金子，可见到了我，就觉得什么都没我重要了。他虽然相貌长得丑，
和初中游戏。他居然还会弹琴，弹得很好呢。是吗？嗯，我俩在一起，他总是弹琴给我听。说我们俩是颠倒的，我是客人，他倒像乐器，逗得我很开心。他出海前那一次，还专门弄来了一份进城的曲谱，给我奏了一支新曲。阿芷，你身上可有什么人吗？我看丁明府甚是关心你。夜里惊涛骇浪，白日里却是风平浪静。其实这潮汐和星象，我也略知一二。我祖父是名战将，曾经出海征战，后来天下太平。他老了闲来无事，非要将这些传授给我。我那时还小，根本听不进去，没少被他老人家责骂。这次到蓬莱，又看见了海图和千星版，不由想起他老人家的传授来。倒是从没听你提起过你的祖父啊。那你也没问过呀。他老人家早就已经仙逝了。止步！小人求见刘中士。必须有侯夫郎许可。外面何人啊？是在下，有要紧的事儿。进。顾传主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这种时候了，还敢拿金子出来？这不是百济金，这是大唐的金子。大人请看，上面有铭文“河北道”。咱们大唐也产金子，区区薄礼，怕刘中士瞧不上。等回到了岸上，再好好孝敬。你让本官受你的礼。来求何事啊？小人明白，中士为查百济金而来。这百济金从蓬莱流入京城，顾某身为蓬莱的船主，难免会遭人污蔑。就算我说与此事无关，旁人也一定说有。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？小人是来向中士举报的。你来举报何人呀？狄明府。狄仁杰？正是。你没瞧见他手下的乔太凶神恶煞？昨天晚上他们不就逼白凯跳了海，宁可灭口也不让中士捉到活的吗？是吗？这几天船上连续出人命，可见凶手有恃无恐，先把大家骗上船，然后再把所有人暗算到这里，造出一起无头案。可案件总要结，总要有一个疑犯报给朝廷。伊思氏已经死了，在下思来想去，觉得狄仁杰嫌疑最大。狄仁杰一向与蓬莱的歌姬过往甚密，中士不知道吗？你是说弹琵琶的曹娘子？船上一共就2个歌姬，曹娘子是他的红颜知己，玉素是王立德的相好。假如狄仁杰跟王立德是一伙，秘密控制着走私黄金呢？当时船上的百济瘦子一被找到，狄仁杰为什么急着让玉素来做翻译？还不是怕瘦子说漏嘴吗？说漏什么？也许瘦子已经说了，只有玉素听得懂。秘密就在玉素那里，
所以到了船上，玉素一被收押，狄仁杰一伙就急了，派乔泰去探望，羽联军士兵都可以作证。有这回事？眼下，他又把玉素安置到曹娘子舱里。中使不信，可去查看。如果情势危急，狄仁杰一定会露出马脚，再去包庇玉素。那我就拭目以待。如果他真敢如此，那他就和这黄金大案脱不开关系。